后，我觉得是我太肤浅了，就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其实有一点我是觉得不是很方便，就是它刚刚结束了为期它差不多10天多的台湾自由行嘛，这也是我们俩人生第一次去台湾，去了台北、台中、高雄和台南，就对我们俩来说肯定是以吃为主，但我真的还是很迫不及待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去台湾这次的感想和心得，大家之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美食 vlog。那我们就先从美食开始，台湾的食材真的非常好。就以前大家跟我说台湾好吃的时候，我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因为我也会看台湾的菜谱书，做一些料理嘛。我当时就在想说，大家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这次吃完以后，我觉得是我太肤浅了。大家之前说台湾好吃，其实都忽略了一个点，就是台湾的食材真的非常的好。这点就是可能对于以前生活在台湾，但是现在可能在其他国家或者城市生活的人会比较有共鸣一点。先说我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食材，首先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猪真的太会长了，然后就是台湾的猪肉真的非常的好吃。落地第2天一早就去吃了一家米粉汤加黑白切店吧，当时真的非常震惊，它每一种猪肉的下水内脏都处理得非常干净，然后就是那种嚼啊嚼啊，猪肉香味非常浓郁，一点异味都没有。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找到一家非常好吃的小店，然后后来就连吃了好多天以后，我发现其实这个是台湾猪肉的平均水平，就是真的是每家都很好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小学、初中那会儿能在大陆吃到的那种猪肉的香气。我们2个人来了美国之后就不太吃猪肉了，因为美国猪肉都很臭。我前2年回国的时候，我爸妈会给我做红烧肉，然后我也觉得不是小时候那个味道了，我就会以为说是不是我只是不爱吃猪肉了。但是我这次去完台湾就会觉得不是，就是猪肉还是可以好吃的。对，真的是重拾了我对猪肉的信心。我觉得台湾猪肉好还体现在就是除了味道，还有质地也特别好。我们这次吃了好几家卤肉饭店嘛，然后一般卤肉饭上面的那个卤肉肥肉丁为主的，但是就是那个肥肉丁就吃起来一点都不腻。就很神奇的是，它就是炖煮完之后啊，那个肉丁一块一块，你咬下去的时候会有一层非常微妙的脆弹的感觉，但是你用那个上颚和舌头一抿，它那个肉又化掉了。瘦肉啊炖完也是很软嫩的，其实品质差点的猪它炖完之后就是会失水，然后它纤维感会特别明显，就吃起来又柴，然后会卡牙缝。但是台湾的猪肉我感觉吃下来就是软嫩，然后保有汁水的感觉，就是它吃起来就是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就肥肉之间的这种口感差异就不会这么明显。之前炖煮完以后也不会像那些品质差的猪肉，它那个肥肉跟瘦肉会分离，它们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猪肉本身的品质差异你是没办法用厨艺来弥补的。然后还有一个关于猪肉，就是我们有一次在市场里面买那个肉松，就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肉松在嘴巴里面嚼2下它就化开来了。就我小时候吃肉松都是那种越嚼它就越拧成一团。台南的虱目鱼肚我真的是爱惨了。到台南第1天我喝了虱目鱼肚汤之后，我就每一天都要去吃虱目鱼肚。但其实因为我们食物的安排行程还满满的嘛，这次就没有什么机会同一个品项吃很多家店，基本上每个品项都只吃了1到2家。但是虱目鱼肚我真的吃了很多家，吃到最后我发现还是第1家最惊艳。就那个鱼汤看起来就很清淡，但是它喝起来有那种奶白豆腐鲫鱼汤的那种奶香和醇厚感。鱼肚它背部靠近下半部分的那一块，它们的油脂和瘦肉比例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不像是头部的话可能吃多了还是有点腻的，但它中下部分咬起来有一瞬间让我觉得我在吃和牛，它有那个类似于牛肉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我当时吃到真的反正蛮震惊的。台南有家牛肉汤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阿财不是阿财，是那高雄有一家牛肉汤店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就其实我们在美国能买到很多我觉得品质还很不错的牛肉嘛，但是那个牛肉汤的牛肉真的是香气和油脂感在你嘴里乱炸的感觉，就吃完嘴唇上会有一层薄薄的油脂感，但是你其实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它有肥腻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那家店真的是我吃完还是蛮震惊。我们俩还是蹲在路边，在垃圾桶旁边吃完的，对，但是吃完还是很开心。对，真的很感动。还就是我们在高雄吃的一家鸭肉饭的店，它的有一个鸭下水汤，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这辈子吃过口感最好的鸭肠。对，就台湾的蔬菜都很好吃，不仅仅是那些什么水莲啊、地瓜叶啊、山苏啊，然后空心菜啊，还有那种一丝一丝非常细的那个。但是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其实你们肯定想不到，我们在台北住的那个酒店，每天早上是有自助餐的，它是会提供蔬菜沙拉的，就它咬下去啊，就不会有太多那种纤维化渣感，它水分非常非常足，就是你感觉咬完以后，它在嘴里面就是化成水的感觉，它也不会有那种生菜叶有时候会有的那种苦味，就吃它你感觉是在享受。因为美国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大盆菜嘛，但是可能台湾都是那种小农，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我们自己的猜测。但是水果的话，因为我们不想试错，之前在墨西哥城有非常惨痛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台湾吃的水果都是在那个威风广场，还有一些商场楼下那种进口超市里面买那种比较贵的水果吃，是凤梨、莲雾、牛奶果，还有各种品种的芒果，你感觉好像是在吃以前吃过的那些熟悉的水果，但它又不太一样，它的香气、口感和水分都要更上一层楼。其实最震惊的还是芭乐，那个芭乐就是水分和香气都是我们巅峰了，已经是。对，它那个芭乐真的有那个小时候吃那个芭乐硬糖的那个味道。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就是跟我说，其实台湾的米饭也很好吃，因为我们这次其实胃口有限嘛，我们也没有花很多心思去感受具体的这个台湾米饭究竟有多好吃。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台湾可以再重新感受一下。还有一个，你一定想不到，就是那个台湾的地瓜。因为以前我在家也会做芋圆啊、地瓜圆啊这种，然后我以前只觉得它就是一个，它在里面只是最多充其量充当一个口感的作用。在台北的一家仙草店里面吃到了，我当时觉得我当时是觉得那家店是不是太会做芋圆了，就它那个地瓜圆在嘴巴里面，然后嚼啊，那个地瓜的香气就充满了你的口腔。我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芋圆这么香？他们夜市里面地瓜球也是这个样子，地瓜球它吃的不仅仅是外脆里嫩的口感，而真的是你在嘴巴里面嚼吧那个地瓜的香气。哎，这么说会不会显得我很没世面？还好，应该承认自己认知短浅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反正人生本来也是一直打破认知然后重组的一个过程。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台湾的18天啤酒，它还不是每个便利商店都有的，真的是我们就是这种传统小麦啤酒里面喝过的巅峰了，应该算是。虽然我们小麦啤酒喝的也不是特别多，对，因为在美国这边还是 IPA 比较多。18天真的是属于比较震惊的一次体验，它喝进去以后，那个香味层次真的都是很特别，还有口感。那我们现在说完单一食材以后，来说说我们对美食料理的感受。我以前是以为台湾人不太能吃辣的，其实，但是我这次发现，别说很多店家他们的自制辣椒酱都还蛮辣的。除了辣椒油以外，大多数其实是更多的是用新鲜的那种小米辣和蒜蓉啊，或者是 whatever something 做成的那种。而且每家店他们都是自制的辣椒酱，每家店的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每家店都有每家店自己的好吃。我觉得这点还蛮让我感动的，因为我感觉大陆大多数辣椒，他愿意自己做辣椒酱的越来越少了，对，比较少。然后各个店的老板对于自己的食材的火候啊、处理啊，我感觉都是真的，就真的他们是用心在对待料理和美食这件事情的。然后饼头饼脑也很好吃，就我其实从小都不太喜欢吃什么太阳饼啊、什么绿豆酥啊这种东西，但感觉就是台湾人做这种东西真的是有一套。打个比方说，我们吃的那个台北梨街太阳饼。它外面的那个酥皮的那个黄油香气真的非常馥郁，也不会让你觉得很干噎。中间的那个馅心也是甜度正好，然后你整体吃起来是一个很温柔的湿润感。台湾的料理大多数给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又清淡又浓郁的感觉。拿辣菜来举个例，就比如说五根肠旺这种，就它虽然看起来很重口味。到底是我喝了可乐还是你喝了可乐？
但芽上有菜，文肠旺这种，它其实是辣菜，然后看似很重口，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做的那家热炒店是做成这样的。反正我当时吃的时候就觉得它不是它不会把你辣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或者说就是香菜那种很猛烈的那种给你冲击感，很温润的那种辣，你想一口接着一口的吃。不过这个每个人好像都不太一样。湖南啦、四川地区的朋友过去吃的话，可能觉得这玩意儿味道不够带劲。然后再举个反面的例子，很清淡的料理也绝对不是滋味寡淡的那种，看似清汤寡水，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那种风格非常鲜明的调味的。就比如要么汤头是比较醇香的那种猪骨高汤，或者就是很多高汤会拿蔬菜去调那个鲜甜的味道，又或者就是会拿那个什么油葱酥啦、蒜酥啦去增加那个风味层次。这个也就是我们站在我们的口味上去评价嘛。对，我们观察下来发现，台北大多数酒吧，就是尤其是比较火的酒吧，都是要提前预约的。而且台湾的酒吧大多数都开的比较晚，一般都要7点钟、8点钟才开。对于我们这种喝早酒，然后10点钟就要11点钟就要睡觉的人来说，确实不太友好。他们酒吧呢，一般都是会有低消和就是10%的服务费的，但是都是禁烟的，这点很好。不像国内，好像我看有些城市酒吧其实是不禁烟的，只有上海是禁烟的，我知道。我们这次喝了10间酒吧，包括一间是威士忌纯饮。我自己感受下来，其实大家主要还是玩风味和偏甜口的调酒为主。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喝干烈一点的调酒。跑了这么多家，我觉得还是有一家是真的，即使是甜酒，我也觉得它真的做得非常好，就是打心底里欣赏的那种。之后我们会专门出一期酒吧路跑的影片。台湾很多餐厅，尤其是台北啊，就周一会休息。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跟我说，是因为那些提供肉蛋奶蔬菜的那个市场周一会休息，所以很多店周一会休息。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台湾自由行的话，一定要就是把这点考虑进去，然后安排好行程。然后一般性中午过了午市也会休息。对，有些餐厅它可能是为了吃新鲜食材，所以也是卖完即止的。有些店你们就是要考虑好，可能安排一下。不要太晚去，或者去之前看一下他们的 Facebook 的主页，看是不是今天突然要点休了。然后我们来说一点台湾旅游的其他方面的感想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温柔，然后大家说话都柔声柔气，还很有礼貌，而且这种温柔就是会感染人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比方说我之前在美国旅游的时候，这种酒店啊东西我都是会放的比较随意，然后垃圾我也不会特意去收好。但是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呢，每天出门之前就是垃圾会都放在一起，然后稍微该放的东西都分类，弄得尽量整洁一点，希望不要给打扫卫生阿姨添麻烦。就我当时其实自己意识到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台湾的这种温柔，就是有那种感觉像是很有力量的那种传递感。大家都比较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然后我们也会更加的注意嘛。然后很多名店。我觉得要是搁在香港的话，应该就是会被服务员 PUA 那种，但是台湾就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反正我好像没怎么。对，他们就算真的很忙得不可开交了，他也会尽量很客气的跟你说话。而明明天气这么热，然后他们又在这么热的一个大锅炉边上工作，我还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也其实我也有点想不太通，就是明明大家温柔贴心，但是大家还是会因为什么，比如说某家店突然休息了，然后跑空了，他就给他留个1星差评，这点我想不太明白。不光是餐厅的服务人员，就其实各行各业态度都是挺好。尤其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去银行换钱，就从门口的保安到里面换钱的柜员，其实态度都很好，就整体的流程也是很丝滑。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物价。但是就首先声明，因为我们就去旅游嘛，我们在钱方面就是没有一个事情都特别的精打细算啊，或者什么，就是讲一个整体的感受吧。台湾的交通稍微有一点贵，因为我在上海的话，一般坐地铁是3到4块钱，如果要到5块的话，应该是真的坐了非常非常远的距离了。但是台湾的捷运我感觉好像是稍微有点贵的，好像台湾就是你只要开始坐，最低就是35台币，好像是在台北的话。然后打车我其实不太清楚，因为我在上海其实不太打车。
餐饮方面呢，因为我不负责付钱，所以台湾手摇店真的很便宜。是的，比如我们50兰喝一杯奶茶就50块钱，然后我们去米克夏是70一杯，但是买2送1。就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都已经这么便宜了，还买2送1。对，在上海这个价格基本只能喝蜜雪冰城了。对，说到付钱的问题，但其实有一点我是觉得不是很方便，在台北移动支付实在品牌太多了，有很多的不同的公司在做这个事情。台北和高雄的行人体验感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台中和台南很多十字路口都是没有红绿灯的。还有一个发现是台北几乎所有的捷运站，至少我们去的那些都有那个付费的置物柜，反正这些置物柜就是觉得还挺方便的。比如说，虽然台北也是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它其实交通的拥堵状况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其实也是摩托车很多，然后车也很多，然后自行车也不少，但是它不会像曼谷那样。我自己观察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路灯的时间安排比较合理的关系，红绿灯间隔我感觉会长一点，人行道的时间是很 random， 就一般在大陆的话都是30、60、15，它都是凑整的。台湾我观察下来，人行道的那个时间就是会有就是尾数会有2、3，或者是任意数字的设计在背后。对，我们刚说到台北和高雄比较 walkable 一点，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骑楼的设计，大大小小巷子里面都会有骑楼。所以虽然台北还挺热的，但是有骑楼的话，走起来还蛮舒服的，就不太会晒太阳，非常适合 city walk。但是我感觉台中和台南其实高雄也是，他们的骑楼经常有人会对，他们会把摩托车还有汽车停在骑楼下面，然后就走路就不太方便。台北就规定严一点，经常看到那个牌子说不允许停车。台湾的便利店多如西雅图的星巴克，而且相邻的2家选品不太一样，我自己观察下来是这样。台湾的便利店真的有很多便民服务，看到他们有那个机器，还有看到前面人排队的时候也在缴费，政府的费用、水电费、煤气费都可以交，还可以还信用卡。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不太重要的小发现吧，台湾的棉质马桶普及率还挺高的，然后公共厕所里面每一个隔间几乎都有方便那些身体可能不太方便的人用的那种扶手。但是在美国大陆，我感觉每一个厕所都只有一个隔间是会有这种扶手，就我觉得还蛮人性化的。那 KTV 好像是真的蛮贵的，我也不知道是我们那天去的时间和那家店比较贵。然后我们发现跟车的这种街趴，每条街上都会有专门的人，每个小时过来给你车上放一张条子，然后自己去便利店交钱。真的是全台湾都这样吗？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观察，就是我们饭店门口那条街就是这样子。台湾而且和日本一样，街上的垃圾桶比较少，有很多那种老市场改建成的室内的新市场，就环境很好，很干净，还有空调。甚至门口还有 Uber Eats 的自提点。大陆也有很多那种新式的室内的很干净的菜场，就我们看到好几个都是1楼是菜场，2楼是 food court， 就很有那种社区感。你没有什么遗憾？我遗憾可太多了。首先我这次没有吃到煎鱼肠，对，因为那些卖虱目鱼的店，他们的鱼肠好像都是第一个卖掉的品项。对，夜市没有怎么逛，我们就花园夜市吃2家店就走了。我们还去了那个临江夜市吗？如果让我重新规划的话，我可能会多安排几天台南。就是这次吃完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我觉得台南应该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城市，绝对称得上是美食之都。对，它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它说到台南会想到甜嘛，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食材本味，然后没有那么甜的东西的。然后下次可能会想去台东几个城市走走，因为据说台东也有很多城市挺好。就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就是以前出去旅游的话，一般旅游到最后几天我都会有点想回家待着了。但是这次就是离开台湾最后一天，那天我真的很不想走，恨不得让所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台湾感受一下台湾有多好。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之后美食 vlog 见，拜拜。